于朦胧这把火不仅没灭，反而是越烧越旺，甚至烧到了娱乐圈的权力核心，让很多原本岁月静好在大陆赚大钱的台湾顶流艺人，像杨丞琳、萧敬腾都开始有了异常动作。你敢相信吗？连胡歌这种国民级的男神，新电影上映居然没有多少人看，赔的是一塌糊涂。这背后其实是民众一种无声的愤怒，你不给我真相，我就毁掉你的娱乐圈。更惊悚的是，还有突破人类想象的更黑的爆料正在浮上水面。这不是一场娱乐风暴，而是一场被强行压住的真相。我们先来聊聊最近娱乐圈的一股怪风。大家有没有发现，那些常年把事业重心放在中国大陆，甚至在这边混得风生水起的台湾大咖，最近呢好像都在集体想家了。最明显的两个例子，一个是可爱教主杨丞琳，一个是金曲歌王萧敬腾。杨丞琳这几年在大陆有多红呢？巡回演唱会是一场接一场，节目录都录不完。这几年他的工作重心几乎完全都在大陆，但就在他庆祝他出道25周年的时候，画风突然变了。他最近公开喊话，说只要场馆有时间，他非常希望能把新的巡回带回台湾。他在 Instagram 上的限时动态里还特意转发了新闻稿，划重点，他写道：台湾是我从小生长的地方，非常想念台湾的歌迷。您可能会说，这很正常啊，想家吗？但你要知道他上一次在台湾的大型活动已经是2年前了。在现在这个两岸气氛非常敏感，大陆娱乐圈人人自危的时间点，他如此高调地表达回归意愿，甚至把台湾是生长的地方挂在嘴边，在资深媒体人眼里，这就是一种避险信号。更耐人寻味的是萧敬腾，老萧在过去几年的大陆表态那可是非常积极的，他打过国产疫苗，也参加过央视的春晚，甚至说过自己要落叶归根，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以前像跨年这种黄金档期，他通常都是在大陆的卫视晚会上压轴。但今年呢，他宣布要留在台湾跨年，地点选在台中水南中央公园。这可是他睽违5年再次选择在台湾跨年。媒体问他为什么，他的理由特别接地气。他说他想念台中的美食，想吃肉圆、手摇饮，还说要多留2天吃吃喝喝。知名自媒体人财经冷眼就分析得很直白，他说以前没见到这些艺人这么频繁地怀念台湾的好，现在突然集体撤离或者是回防，很有可能是因为于朦胧的离奇离世撕开了那个圈子太过恐怖的一角。即便你是顶流，即便你再听话，你也可能随时变成下一个牺牲品，这让艺人们感到胆战心惊，觉得还是台湾这把保护伞比较安全。艺人们在跑，而留在大陆的观众们正在发起一场前所未有的不合作运动。这场运动受影响最严重的就是最近上映的新片《3滴血》。这部电影的阵容豪华到什么程度？主演是胡歌、文淇、闫妮，配角呢有欧豪、李雪琴，加起来快20位明星，制作成本高达1个亿人民币。按常理，胡歌这种实力派加流量的配置，票房应该是随便就破亿的。结果呢，数据出来吓死人，上映9个小时的时候，票房只有76万人民币。你没听错，1亿的成本，首日连100万都卖不到。媒体预测，最终呢，这部电影的票房可能就止步于1000万左右，这绝对是血本无归。虽然有人分析说是电影的题材问题，说这部片儿的题材有点过时了，加上同期的还有好莱坞大片《惊天魔盗团3》，还有日本的动画片《鬼灭之刃》的夹击，但网友的评论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个原因。有一个网友叫大梦想，他说，严正抵制娱乐圈，让多米诺效应开始，若正义无法到来，就从我们的指尖开始行动。可以做的事有5件事：取消影视付费会员，卸载 APP， 不看不传任何影视综艺，取关明星与娱媒，不参加演唱会与粉丝活动，拒买相关产品。
人人一小步，合力成风暴。贾木说，抵制娱乐圈，别看短剧，双11别买，都是坏种和资本的套路和游戏。陈锡荣说，坚持抵制中国的娱乐圈，真相不出就禁娱乐。大家真是心里有气，于朦胧走得不明不白，官方还在粉饰太平，这种时候谁还有心情看你们演的假戏？民众意识到，这时候去电影院贡献票房，就是给这个肮脏的体制输血。这场票房惨案其实是民意对官方封锁真相的直接打脸。为什么大家的怒火这么大？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挖出来的料是越来越黑。一些爆料，最震惊的传言就说，于朦胧生前疑似遭到极端对待，下体被切除并被某导演吞食，而行凶者正是他生前的经纪人杜强。虽然李牧阳也强调这些都是网络爆料，并没有经过证实，但这个消息仍然引发了极大的关注，有多家媒体都纷纷报道。此外，这2天网上还疯传一张疑似于朦胧生前发布在私密账号或者是他朋友圈里的一个文字截图。这张图的真实性虽然我们也没有办法100%的去验证，但内容的细节是惊人的吻合了网友之前深挖的一些背景。在这个爆料的图片当中写道，我想回家了，可是我回不来，合同到期了，逼我续签，不签就好多人打我。这还只是开始，更恐怖的是关于钱的指控。文中说，他们利用我的工作室转社保基金的钱，每次都是几个亿，然后转去澳洲几百亿，每次转钱我都想吐。我知道这不是我的钱，请大家注意2个细节，他们用的是宝盖的他，也就是动物的他。有评论者就指出，这说明在于朦胧的眼里，控制他的那些人已经不是人了，就是魔鬼。其次呢，提到转的是社保基金，这可是老百姓的养老钱，保命的钱。之前呢，就有网友深挖发现，全国社保基金竟然是芒果超媒的股东，而芒果超媒正是于朦胧经纪公司天娱传媒的母公司。这条线索如果连起来，那就太可怕了。这就意味着于朦胧不仅仅是被娱乐圈压榨，他可能被迫成为一个巨大洗钱的管道。那些权贵把老百姓的社保基金通过他的工作室几亿的洗到澳洲去，他不想干，想回家，结果就遭到粗暴对待，最后甚至可能被灭口。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官方要这么用力的压热度，因为这如果不压住，曝光的就不只是几个变态的导演，而是整个国家的金融黑洞。面对这样强大的黑暗势力，普通人能做什么？这也是这起案件中最让我感动的部分。人们并没有冷漠，这件事情在台湾的关注度真的非常高。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在基隆、台北士林夜市、西门町、台南街头等都出现了声援于朦胧的大型电子屏。目前这个势头还在不断蔓延，台北的云林斗六也出现了这样的电子屏，桃园也有人在墙上张贴为于朦胧联署的海报。上个周末，粉丝团还在西门町发起了街头联署活动，未来他们的活动还将扩大至北中南。我在网上看到有一位叫乌星雄的台湾网友分享他的故事，特别真实，也特别的鼓舞人心。他说他在公司推广联署遇到了一位大陆来的女同事，这位女同事一开始很抗拒，说她只是拼命工作，不想关心新闻和政治，甚至有点怕惹麻烦。但是呢，因为她身边的朋友，甚至她在美国和日本的客人都在讨论这件事儿，她也开始好奇了。当她了解到于朦胧的遭遇后，那种同为打工人的共情被唤醒了，她觉得很心疼。这个男艺人虽然光鲜，但其实跟他一样都是在大机器下被压榨的螺丝钉。最后，这位曾经抗拒的女同事主动来找博主学怎么填写联署，甚至开始邀请其他的大陆同事一起参加。网友评论说的特别好，让平常不想关心的人关心起来，就代表这件事很严重了。还有网友表示，他也说服了印尼女孩跟她姐姐一起投入联署，而之前他们也都是非常抗拒。
更多的网友表达感谢，说再次看到了希望。澳大利亚墨尔本的网友把声援于朦胧的联署宣传页贴在了当地的电车站。虽然我们一直在追踪新消息，但也许有些新来的朋友还不清楚整个事件的恐怖程度。我在这里呢，也快速的为大家回顾一下，为什么于朦胧案被称为是震碎三观的惊悚片。于朦胧是一个37岁的男明星，9月份在北京坠楼。警方说他是酒后意外，但疑点实在太多了。他的经纪人杜强案发后直接就人间蒸发，连社区媒体都没了动静。网友传他通过整容后逃到了台湾，但台湾的移民署回应说，目前没有入境记录，同时还表示，如果日后查出有涉及出入境及移民相关法令事项，将依权责主动查处。杜强到底去哪儿了？他在掩盖什么呢？网上流传于朦胧的离世可能牵扯出一条跨越人体标本、器官交易，甚至化妆品加工的黑色产业链。台湾国际器官移植关怀协会的黄世维副理事长提到过一个惊人的事实，早在2000年，英国就检测出部分中国的化妆品里面竟然含有人体皮肤提炼出来的胶原蛋白。网友们把于朦胧还有之前离世的邱锋、乔任梁放在一起看，发现这些事件的背后都有生物科技公司食品加工许可的影子。有人甚至怀疑这些明星生前被当作玩物，死后甚至连身体都被当作材料。这种超越人类道德底线的恐惧才是引发全球关注的根本原因。最近呢，还有一段于朦胧生前的视频被翻了出来。在视频里，他的工作餐就是一碗清汤寡水的面条，没有肉，没有菜。他在综艺里说过，自己是给什么吃什么，半夜被叫起来工作，也不敢生气，只能在心里偷偷诅咒，因为脾气好，然后就算大半夜被电话吵醒也不会发脾气，但可能会有点放飞，所以你的工作人员你半夜你抖电话记起来叫来，你对我会说那个就之前可能骗的 ID 还没有录之类的，那个没有录之前还我会在心里诅咒。第三点是关于就是生活饮食上不挑。我 bingo 给什么吃什么，是个好养活的小吃货，给啥吃啥，所以你不挑什么。我在美国洛杉矶的中领馆门口已经有华人团体在举行抗议，还有华人团体朗诵诗歌悼念于朦胧。于朦胧的死不是孤立的意外，而是集权统治下人人皆可成为牺牲品的写照。这是一个怎样的体制才能让这群恶魔如此明目张胆的为所欲为？于朦胧的死揭露的是中共泯灭人性的铁血统治。当权力不受制约，生命就会被践踏，真相就会被掩埋。可以说这件事情还没有结束，胡歌新片的惨败，杨丞琳、萧敬腾的回防，还有那张疑似流出的洗钱控诉图片，都在告诉我们，纸是包不住火的。我们在这里呼吁，请大家继续保持关注，不要觉得这只是一个娱乐新闻，这是有关人命、有关正义，也有关我们每个人的对未来的抗争。最后想问问大家，您如果在台湾，您有没有在街头看过那些声援于朦胧的看板？或者在你身边有没有像那位大陆女同事一样从不关心到开始觉醒的朋友？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热度延续下去。您的一个点赞、一个留言，都是让我们把这个话题延续下去的有力支持。是中职一班刚发出的那一会儿，还有搭配飞轮海那时候成团的时候发布那一段期间挺火，开了数十场的各个城市的巡回演唱会，你走到哪，大家都跟你标战力指数。你的便利商店买碗泡面，人家也要跟你标战力指数。你从哪个饭馆走出来，人家也要跟你标战力指数，是怎么回事呢？一天到晚叫我把锅拿出来，怎么样？我是厨师吗？就追出来啊！最后我真的是跑给他追啊！我说真的，这是真的事情。然后就真的，我要模仿一次哦，就那种你在逛街干嘛，走，就突然远处有一个人一看到你就我那种标战力吧。我说哇，怎么回事？是有摄影机吗？还是怎么样？
就跑啊！天哪，真的是要跑不然他真的跟你 PK 了。那时候理解工作的安排吗？那个时候不了解，真的是不了解。那个时候刚刚出道，所有东西都听公司的安排，包括回答问题，我都得按照公司写的答案来告诉你。比背歌词难吧？对，就不知道要怎么说。前几天开始，我知道我可以说我自己想说的话，我可以做我自己。你觉得自己当时有好好对待自己的红利期吗？还没有发生，不知道。未来可能会吧。没有，那时候可能都太轻浮了吧，就会觉得说自己好像很红啊或者什么的。其实完全没有，人都有这一个时期，你知道吧？我个人认为谁也别吹牛，就突然有一天你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人，你突然有一天变得自己强大，是个人，他都会有眼神飘了的那一个时期，只不过那个时期长或者短或者飘得太高了，我干什么都是对的，反正我有各种戏牌，我随便演，我怎么演都是对的。都有那一个时期，我一样，那个时期整个都是这么经历过来的，因为觉得自己不用付出任何努力，得到的相对于比较容易，就没有那么难的路走嘛。如果把那个时期的我换成现在这个时期的我，那我就觉得完全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有也没有，我之前也没有那么多通告，只不过有一个通告去了，我确实也没走心，然后出了一点点小状况，别人跟我说的，说你师傅当时就跟人家争取了一下这个机会。那阵我的想法就是，哟，我师傅能为我去跟人说，再给烧饼一个机会，我觉得他们，哎呀，特别心疼。我为什么不努力？为什么态度不端正？然后让我师傅去跟人说这话，你这太没必要了。那阵还小嘛，当时我还并不感觉，哎呦。争取这个机会，我得好好把握。经过这个事情，是不是工作态度就有了改变？我就开始就是对每一次机会都很把握。我要认真的完成某一件事，给人留一个好的口碑。我不要给我师傅丢人。那我那时候也挺珍惜，因为我们在做模特儿的时候，我又一边就是在上大学，我一边可以赚钱。我每次要去那个购物台做模特儿的时候，我都特别开心。我知道我今天一来一回家，我又有钱了。其实好好对待了吧，因为在那之后接的戏就是一直在接戏，而且有一段时间是受伤了，我也还在剧组。我觉得我是认真的，就是摔骨折，就是右脚。你现在跳舞的时候影响吗？跳舞我不知道，但是有的时候走路会突然疼一下那种，但也不是后遗症。可能老了就会一直。对，现在已经开始疼了。我其实挺心疼那个时候的自己，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是超忙，走到哪睡到哪。因为那时候是飞轮海，然后还有拍戏是尬在一起，就是只要你没拍戏，就是录音、拍 MV， 周末就签唱会。你1到5在拍戏，然后周末在签唱会，所以我们完全没有什么周6、周日更新一集啊，不知道上工下工，收工就是去唱片公司练习唱歌、练舞。对，然后周末就是表演，就没有什么时间睡，真正的去睡觉，真的走到哪可以睡到哪。就是车上这样，就睡着，人家在化妆的时候就是这样，帮我们把那个大东的头都架住，因为他睡着了嘛，就是一直这样，架住，然后这边化妆弄头发。好，下一位。然后下一位也很累，然后架住了。重返21岁，最想做什么？重返21岁，我可能会去学跳舞。执念。不瞒您说，我其实因为那时候学美术嘛，但向往可以做一个彩妆大师，你知道？来对焦，买，老妈色。对，就是其实想当一个造型师啊、彩妆师啊，或者萨玛斯 Tony 老师。不当艺人，去体验一下别的嘛，当那种贝尔那种吃昆虫的那种。就去冒险家，当艺人不影响可以和贝尔一块去冒险呢？那我还是想演出，搞不好真有节目，回头找你跟他一块去冒险。我瞎说的，不要当真啊，各位。不要说回到21，回到19，我回到17、18，我可能会做一个更向上的一个人吧。你一直很向上，但是你没看到萎靡的我。说实话，之前看到您的奇装异服，我不知道您为什么会接受穿成那样。所以你真的不知道发生什么。因为你不知道我出了专辑，那个专辑叫做《千面》。我觉得我是一个以核心做事的人，就是当下该做的事情勇于尝试，而不是说
他穿成这样，他就是心态就是怎么样？不是，那个只是那个阶段性。我是秉持了做一件事情的态度，我不能说我很勇敢，我只是说我做自己最快乐的事情。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我没有任何可以后悔的。我认为我走过的每一步都是我肖申尧自己选择的，没有人逼我。如果重返21岁，最想对自己说什么或者做什么？好好保持身材，不要胖。你真是无忧无虑啊！哇塞，那时候真是无忧无虑啊！当时觉得自己无忧无虑吗？当时不觉得，选择没有错。当时还有毕业大戏，自己去争取了那个男1号，得到了。这个时候就因为去了那个就放弃了这个。你那时候太拼了，拼的有点伤到自己了。练习是有逻辑的，不要就是盲目的努力。孙子，开玩笑。就觉得还好你坚持来了，因为你这个坚持背负的不是因为自己的梦想，而是妈妈的梦想。当他有一天看到我真的登上了我们家那个大舞台的时候，他就哭了。他跟姐姐说，希望我帮他走完他没有走完的路。妈妈最近有看你的舞台吗？看，所以说想对那个时候来说，还好你坚持下来了，因为你现在成为了全家的骄傲。哥哥营业中开始营业喽！大家好，我是肖顺尧，我叫谭健次。肖顺尧是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那这就是年轻一代男团排第一的最好。在14年前，泰格麦田要做一个男团的一个项目，所以那时候召集了大概有20多个小朋友们在一起进行培训。我那时候是我跟他第一次相识。当时对谭健次的印象是？当时他是一个平头嘛，然后我看过他的才艺展示是国标，我觉得挺帅的。你看了谁的舞台想当练习生出道？没有，我当练习生没有说要立志出道。那你当练习生是为了公费练舞？我上大学上完1年以后我就休学了，去成都开了服装店。每天就是过程很有意思嘛，你要设计自己的装修啊，你要去进衣服啊。但是当你完成这些事儿，你当老板就没什么意思，天天就看门坐在里面。然后后来我过完年，我就说我去北京闯荡，2个月时间，我住了60块钱地下室，到最后住到30块钱地下室。我跟我的好哥们儿就已经真的是没有办法生存下去了。他有一天突然跟我说，他说：“瑶，你把你的照片给我几张，说我带你去面试。”我就去了太和麦田。其实当时最吸引我的不是说，你们的编舞老师是 Britney Spears 的编舞老师。你们的演唱老师是现代音乐学院的流行演唱系的主任，没有说这些，我不感兴趣。那你感兴趣的点是？我眼前一亮，他告诉我，我们包吃包住，每个月还要给你2000块钱的生活补助。我当时觉得哇塞，所以我才签约。我回头给我妈打电话的时候，我妈都不相信，我妈会觉得，哇塞，你是不是搞传销啊，或者做什么不好的事儿啊？妈妈以为你在当老板，谁知道就当艺人了。对，而且我从小到大没有任何表现出我的艺术方面有什么天赋啊，就除了老天爷赏脸，可能给了我这张脸。你后来有没有问老板为什么20分钟就签下你？没有问，因为我那时候对这个不感兴趣。我觉得你签我不错，2000，行，包吃包住，那签了吧，就先签吧，我试试吧。感觉是挺烦。凡尔赛哦。我觉得我运气好。老天爷比较照顾我。练习生时期有没有那种对出道的渴望和焦虑？这又要讲一个故事了。我当练习生3个月以后，我突然发现我真的不感冒。对于舞台上的表演、唱跳、鲜花、掌声，我觉得这些不太适合我。后来我就跟公司老板说了，我说我不干了，我真的不太适合做这行。但是老板也没淘汰我，就说那你反省反省，不着急。现在回想当初，你的感受是？我觉得挺感谢他们。因为那时候可能我太叛逆，不知道自己真的想要什么。当练习生每天是什么样的行程？每天8个小时舞蹈课，然后中间穿插有声乐课，就每天早上起床就要听见咚咚咚就要开始跳舞的声音，以至于后来我出道了以后，我再也不愿意听这样的歌了。我就特想听一些这些钢琴伴曲啊，或者吉他呀。有没有某个动作要练几个小时？哇塞，当然有了。我就记得那时候我们要上爵士课的基本功。甩头，就是甩 N 个8拍。我们其中一个男孩就真的是吐了，甩到第2天，我们所有人吃饭都得这样，这脖子已经是你要放下来了就掉下去了那种。
那段时间我脖子甩粗了，你知道吗？回家过年的时候，我的朋友都说：“哎，你好像脖子变粗了，是不是变强壮了？”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就伙夫。当时20多个兄弟们，现在还有联系吗？现在有很多都是我们现在很好的朋友，有1、2个到现在我们都是依然非常好的朋友，以至于我们现在5个人聚会的时候都会叫着他们。MIC 编外男团团员。对，因为毕竟我们经历了4年时间啊，而且是当你17、18、19岁的4年时间，我们有业余活动。17、18岁时候的相处模式是怎样的？哇塞，我们那时候当练习生的时候就是打得一塌糊涂，因为都是男孩嘛，都血气方刚的，也调皮嘛。但我们更多的就是在业务上面的。为什么你这个8分为什么就是你就是跳错了呀？我就是没从哪错了呀？就会起伏这种争执，但我觉得那时候挺好。后来我们团也养成了很好的习惯，就大家有话就说出来，男人嘛，直接一点，了当一点。会不会吵到最后，然后说跳舞 battle？ 那倒不会，喝一杯，喝酒。哥哥营业中，开始营业了。大家好，我是追光吧哥哥傅龙飞。大家好，我是追光吧哥哥里面的 Casper， 你们好吗？你和卡斯伯认识多久了？我们2个认识11年。我没出国之前就认识，因为我们以前差一点要做一个男团，就要一团嘛。小豪他们，因为那个时候来了之后，就是零零散散的，这里学习一下，那里学习一下，没有很正规、很系统的，像韩国啊这种就专门打造团体的这种专业体系在，所以也是靠我们自己摸爬打滚的，去找机会这样。你们有在一起排练？不算排练吧，就是大概正在磨合期。龙飞以前跟我住过一起，小豪就是耀乐团那个主唱就没有跟我们住在一起。那时你们关系怎么样？那个时候关系都没有非常的好，大家还没有非常的熟。但是经历了那么久之后，那大家还能在一起，其实是这个很难的，所以要珍惜嘛。你第一次见到他是什么印象？觉得这男生好白，好壮，比现在还壮。那个时候肌肉线条比现在更明显。因为他之前是练举重的嘛，所以他那个身上肌肉已经是变成了一个模板，跪他的腹肌上面会痛。你跪过？那倒没有，大可不必啊。10多年了，他有变化吗？其实最早认识他的时候还是年轻小伙子，就会很容易冲动那种。那现在已经收敛很多了，碰到事情要沟通的时候，觉得他现在的观点，跟以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因为毕竟那时候是男孩嘛，现在是一个男人了嘛。没怎么变的，他还是长得那个样子。以前刚认识他的时候，他那个时候长得像那个山下智久，然后又流行到基地，然后现在又变到 rap 的这种感觉，就是他也有很多的这个变化期一直在尝试新的角色。你在国外的时候，你们之间有联系吗？有啊，他来的时候也会找我玩，我陪他玩14年，那就是25岁了，他真的要累死了。哇，玩到眼睛都成黑熊猫圈了，还陪着他，他还不走，怎么还不走？对，刚好去到他乡，有一个非常熟悉的朋友在那里，一下子吧就建立起了这个更深厚的革命友谊。一直拉着我玩，因为他不会那个国家语言，他非要我不只要做翻译，我还得做导游，还陪玩。这段经历你跟他吐槽了吗？没有，他自己知道了，所以后来我们的关系越来越铁啊。你去那边忙啥了？所以有段时间去那边培训了一下嘛，中午12点起床之后，你自己吃完午饭就开始1点健身，然后到声乐课，然后到语言课，然后到舞蹈，还有体型。因为那边的训练强度，我都说了，放我妈去都能出道，不是开玩笑的，一天不是几个小时，是10几个小时。所以你去是上课的，不是去玩的呀？不是啊，嗨，在你心里我就只是玩嘛，嗨。你当初为什么一定要做偶像？我的偶像是 HOT， 因为是他们，我才做这一行。因为那个时候在学校里面是看到师兄先表演的，就觉得哇太帅了。那个时候抱个吉他去唱了一些啥玩意儿，就觉得弱爆了。那个时候一比就不行，我就要像他们这样子。入圈之后，感觉跟你想象是一样的吗？不太一样，好像觉得要滑没那么容易。要当明星好像真的没那么容易。当时也属于迷茫期是吗？迷茫，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是抱着一个懵懂期嘛，就觉得来了之后呢就可以唱歌跳舞，让大家知道你。但其实跟你想象中的差太远了，你的付出可能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
你甚至可能要付出很多年，也可能还是没有人知道。当时你最想放弃的时候是哪一个年龄段？大概是什么时期？说实话，我还真没有想过放弃。既然你背负这个使命来到这里，我一定不能让身边的人跟妈妈失望。对，我觉得让别人失望是一个很不帅的事情。你看到网友的评论了吗？给我火！评论哦，我评论都是拉小五跟刘维道他们一起看的。为什么拉他俩？让他们看看网友是怎么夸你的，是吗？您猜对了。那得你自己说。就是特别开心，因为来这个节目之后呢，确实多了一些朋友知道芙蓉飞这个歌手，也从中了解到我创作的一些音乐以及创作的背景。所以呢，跟大家说一声特别感谢。之后呢，我会创作更多好的音乐给大家听，希望大家可以一直记得芙蓉飞，谢谢。你怎么点评自己的女装扮相？女装扮相，我觉得还挺漂亮的。挺漂亮的。你知道他什么表情吗？这谁？这是 Casper 吗？哦，也很有力了，一定的。好吧，他嫉妒我。期待你的女装。我不行，没法看。